上谋杀！胡医生到了没有？我就是跑到这里。还好，马上死就那么多人，还说还好。高 Sir，伤者在这边，绑上止血带，送去医院。好的。能不能救活？应该可以。明明检查过他没呼吸了，你们人还没上来，怎么知道他没死？人死了之后血会凝固，刚才有滴血滴到楼下，我摸过那滴血还不是很黏，所以我怀疑楼上应该有人没死。还有，我们可以检查他的眼球，因为一个人死了之后，角膜就会失去水分，所以眼球看起来会有点浑浊。相反来说，要是眼球看起来还是清的话，就算他没有心跳，也可能只是休克。这么专业的知识，你们没有发觉不稀奇。哎，对了，怎么没看见张 Sir？ 张 Sir 升职了。哦，今天新上司上任，是女督察。沈雄，哎，来了。法医跟法证到了没有？你好，我是法政部高彦博。我是法医古泽琛。我发现马桶盖有鞋印，水管上也有鞋印，还有些布屑勾在那儿。我怀疑凶徒从这里进出。出去看看其他几个死者。高 Sir， 检查过门和所有的窗户，没有被人撬过的痕迹。伟民，你去采集水管上的鞋印和布屑，马桶盖也有鞋印。高 Sir， 厕所有什么发现？伟民说门锁没有撬过的痕迹，这么看起来，歹徒很可能是从厕所那条水管爬进屋里，犯完案之后呢，也是爬水管离开的。对了，刚才从外墙往下看，看到后巷有很多脚印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办这个案子的梁督察，这位是 SEO 莫淑媛，那位是生化组的刘国明。您好，麻烦您。慢着。高 Sir， 我们发现3个死者的家人分别是夫妇俩和小女儿。至于刚才你跟那位古医生，果医生救活的是大儿子，爸爸是珠宝供应商，他书房里有个保险箱，贵重的东西已经不在，只剩下一些证件。谢谢。对了，这颗钻石我们在地上发现的，重量大约1克拉多一点，颜色比对呢应该是属于1卡拉，批发价1颗要3万块。我们还发现扯破的丝绒袋，应该是放钻石的。在房门口还发现另外1颗钻石，看来凶徒应该是在逃走的时候不小心留下的。整个现场像是一个劫杀案，也就是说，很可能是屋主跟歹徒在争执的时候，不小心扯破丝绒带，钻石就掉出来了。Madam， 住在2楼的2位老人终于肯开门了，我们现在下去。这里麻烦你了。不用客气。淑媛，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。阿琛，怎么样？根据血液沉淀造成的尸斑来看，3具尸体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，这里很可能是案发第一现场。父母的尸体干温是摄氏32.2度，估计死亡时间应该是凌晨3到4点。但是女儿的尸体干温比较高，
有摄氏34.4度，估计死亡时间比父母晚1到2个钟头。其实凶手要对付这个女孩子，一刀已经能够使她失去反抗能力，甚至死亡。为什么要捅她那么多刀？我看应该不是普通劫杀这么简单，很有可能是仇杀。林小姐，我想问你，你报警之后有没有看到其他人进出村屋啊？没看见，刚才我留在这里等你们。要是有其他人进出的话，我一定会看见的。小姐，啊，你是不是住在附近？对呀，你也看得出来呀。我看你穿背心、短裤、运动鞋，还带着腰包，难道坐计程车来这儿跑步？你知不知道垃圾车倒完这里的垃圾之后还会去哪里倒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想从垃圾堆里找出凶器或者证据。可是垃圾车7点半收完这里的垃圾之后，再去隔壁村，再去马石村，现在8点半了，可能去了堆填区。伟民，你留在这里处理善后，其他人跟我上车。喂，是环处吗？高 Sir， 这次有什么方法？我们就4个人，而且范围是长方形。用区块法，每个人从脚位开始向中心搜查。我们的目标是凶器，或者任何跟凶案有关的证物。立刻开始。有发现！这几样物件都要血迹。国民，做血液测试。高 Sir， 给血。死者谭德，男性，55岁，左肩有瘀伤，像是被重物所击，不像是意外造成，应该是2、3天前的旧伤。这么说，他2、3天前跟人打斗过。他身上一共有14个刀伤，伤口面积大小都不同。照表面看，应该是有2把凶刀，我识别为 A 刀和 B 刀。有4个伤口是由 A 刀造成，其余那10个伤口是由 B 刀造成的。致命一刀应该是由 A 刀直刺心脏，那么多伤口，像是仇杀。你的意思是当时有2个凶徒？我只能回答你，应该是有2把凶刀。死者谭丽玲，女性，19岁，死者双手一共中了4刀，其中1刀方向是由手腕位置砍到手肘位置，是属于抵御性的伤痕。胸口中了2刀，应该是致命伤。也同样是由 A 刀所造成。法证在那天只找到1把凶刀，第2把凶刀还没找到。你们探过女儿的肝温，是不是女儿比父母死得晚？女儿死亡时间应该比父母晚1到2个钟头。这就怪了。正常情况遇到自己父母被人砍，要么就跑，要么就喊救命，要不然躲起来。可是他什么都没做。还有啊，他还穿着睡衣，就是说他不是从外面回来。死者应该没有被性侵犯过。子宫颈有被鸭嘴钳扩张过的痕迹，应该曾经刮过宫，应该是2、3天前曾经做过人工流产。就是她怀过孕，而且刚刚打过胎。应该是。对不起。喂。好，我马上来。郭医生，我的部下说找到女死者的男朋友，我要走了。要是有什么新发现，请你通知我。OK。你跟谭丽玲是什么关系？丽玲啊，朋友了。什么朋友会连孩子都有呢？意外，没人愿意。打胎也是意外。我没叫他打胎啊，我肯负责任，可是他爸爸不同意。这么说，你跟谭丽玲不止朋友这么简单？他爸爸不肯让女儿跟我嘛。啊，还有啊，是他爸爸推女儿撞了桌角，害得他孩子没了。喂，如果他没死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告他谋杀，不是来找我？怎么了？不相信啊？去查呀！那晚是丽玲的妈妈送她去医院的。所以你就怀恨在心，跑去杀他全家，是不是？
我没有，我冤枉的。没有，为什么早上在封锁线外鬼鬼祟祟，死的是你女朋友啊？免得被你逮回来问话吗？还有啊，我有那个不在场证据。那晚我跟朋友喝酒喝通宵，没去过西贡。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大蛇标，高升吧的调酒师。高升吧是吗？我不会查，但是这段时间你最好别离开香港，我们可以随时回来找你。随便你。你的手怎么伤的？喂，madam，修车技工受伤有什么好奇怪啊？madam，我们查过谭德的公司，生意上应该没有仇家。不过最近有个客人托他进了一批50克、价值超过100万的咖装钻石。可是客人赶不及回香港取货，谭德就把钻石放在家里头。但这件事没跟公司的职员提过，直到今天客人来取货的时候才知道。所以应该只有家人才知道有这么大批钻石啊。会不会是谭丽玲通知陈文迪，结果变成引狼入室？陈文迪叫大蛇标帮他做不在场证据，要不是心里有鬼，何必这么做？法政部的报告出来了，说在现场找到女死者的血滴痕迹，可能是谭丽玲通知陈文迪想便宜他，没想到陈文迪狠心杀了他的家人，谭丽玲就跟他吵起来，陈文迪不小心刺伤谭丽玲，所以在现场会有女死者的血滴痕迹。这么看起来，陈文迪的嫌疑最大，谭伟生还没有脱离危险期，要不然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你们两个监视陈文迪，看他会不会憋不住把钻石出货。法政部有什么报告通知我。Yes, madam。见证组方面说，扳手上根本找不到指纹，应该是被人擦掉了。不过找他儿子的皮肤和血迹，应该是凶器之一，还有一点颜色的油漆，鉴生正在化验。先生，喂，高 Sir，油漆有了化验结果没有？有，那我已经用红外光分光光谱仪对比过了，是辆日本车的车漆，在车漆中残留了一些烧焊过的火屑在里面。男死者的枕头下也有这种火屑。可能是把扳手藏在男死者的枕头下也说不定。如果扳手是家用的话，应该不会残留火屑，可能是修车行用的。我记得 Madden 说过，谭丽玲的男朋友在修车行做事。各位警察先生、小姐，什么事啊？陈文迪在不在？文迪去吃饭还没回来呢。这张是搜查令，我们怀疑陈文迪跟一起凶杀案有关，能不能看看他的储物柜？可以，这边。师傅，请问陈文迪这几天修理哪辆车？那辆吗？师傅，这辆车是不是喷过漆？是啊。之前什么颜色？好像是银色。挂点油漆回去化验。OK。这里起码有几万块。谁会把几万块钱放在这里？高 Sir， 有没有发现？可能有。我们也有。老板，陈文迪去哪儿吃午饭？不知道。哎，文迪回来了。站住！快点往那儿跑！你们跟着这么勇敢的 Madam， 一定会成为警队中的精英。是精英中的精英啊！哎呀，Sir 啊，我说了很多遍了，我很久没去丽玲家了，你们不够证据就放我吧，我懂法律的。很抱歉，你还不能走。我们在凶案现场发现你的指纹，你说你很久没去谭丽玲的家，你根本就是说谎。对，我前几天的确去过，这也不表示我杀人呢。那你在车行用的扳手呢？为什么会跟凶案的凶器和血衣放在一起，扔到村屋的垃圾桶里？上面还有谭伟生的血迹。Madam， 你说什么呀？那个扳手是上次修理水龙头留下来的。还有啊，我不是说过吗？那晚我跟大蛇标喝酒喝通宵吗？去杀人吧！
大蛇彪有痛风症，根本不能喝酒。他什么都告诉我们了，是你叫他这么说的。你根本没有不在场的证据，是不是谭丽玲告诉你，他爸爸有批钻石放家里叫你偷，到手之后你们一起私奔？我不知道什么钻石啊！谁知道你得手的时候却被谭德发现，接着你跟他纠缠起来，你就杀了他。他老婆想抢你的刀，你发了慌，连他也杀了。谭丽玲没想到你会杀他爸爸妈妈，就跟你吵起来，你不小心刺伤他，接着就哄他，可是哄了很久他都不跟你走，还打算报警，所以你一不做二不休，连他也杀了。不是，我没有杀人啊！不错，我是汉娜爸爸，汉娜一直看扁我，我是说过我有钱一定拿钱砸他，然后带丽玲走。可是你说你前几天去过他家，你为什么不拿钱砸他，反而放在储物柜里？那天丽玲说厕所的马桶坏了，家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叫我去帮她修理。之后我叫丽玲跟我走，到我们刚刚想走的时候，她爸妈就回来了。后来我就跟死老头吵了起来，他竟然拿拖把不停地打我。丽玲想拉着他爸爸，谁让死老头一推，他撞了桌角，害得他小产。我恨死谭德了，可是我不会疯了杀了他，更加不会杀丽玲。你信不信也好，我没有做过。我当警察那么久，犯人都不承认自己犯了。别说我没提醒你，现在说的是3条人命，要是谭伟生伤重不治的话，就是4条人命。叫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连不在场的证据也是假的，别又跟我说你去跟人喝酒。Madam， 我说，其实那晚我是跟大蛇彪去偷车，储物柜那几万块钱是偷辆欧洲车得回来的，车牌号码我还记得。